嗨，大家好！没想到啊，就在我离开温哥华的前一天啊，突然下起了大雪，而且气象预报说呢，今天晚上啊到明天可能会降到零下十几度，这是我在温哥华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特殊天气，恐怕是天气要留我啊。但是我又不得不离开这里了。看着眼前雪花漫天飘舞的景象啊，就想着这2个多月来在温哥华的种种经历和很多的感受啊，还是非常的美好。虽然是风雪天啊，但是还是要归人，所以我们还是在这边呢，趁着这么一个美好的天气啊，做最后的一点记录。也希望呢，瑞雪兆丰年，今年呢会是一个好年。祝我的亲朋好友大家平安快乐，新年里心想事成。我们期待再见温哥华。嗨，大家好！今天我在楼上啊，看到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在结束我在温哥华的旅行之前的一天啊，到街上来走走，在这个白茫茫的世界啊，白色的街道上走一段啊，很神奇啊！昨天呢，我一个好朋友载着我上了西温的一座山上，是一个滑雪的圣地啊。在那个山上呢，遇到了一场小雪。毕竟是在山上啊，所以呢，很多天可能已经积了很多的雪。在这个滑雪场上见到了很多在那边滑雪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结果在昨天结束行程的时候呢，在北温吃完饭出来呢，在停车场就见到了非常漂亮的彩虹啊！就这个彩虹呢，也是时间维持得很长。虽然彩虹经常见啊，但是像那样的彩虹，其实真的很久没有见着了。然后今天呢，就开始下雪。虽然天气预报说最近2天呢，冷空气来袭啊，明天最低气温会到零下的13度。明天呢，正是我要出发离开温哥华的这个日子。结果呢，被我赶上了昨天的彩虹，今天的大雪。但是像温哥华这种啊，下了一场大雪，也就几个小时吧，就把地上全部都铺成了白色，这种景象呢，真的在我记忆当中，应该10几20年以前的事了。所以还是泛起了一些童心，就想着出来走走。现在呢，我就迎着这个雪花。其实这个雪花并不是特别大啊，它只是下的比较密，下的也比较久，再加上这个时间呢，应该经历了2天啊，0度左右的气温，所以呢，地上很快就积成了一厚层的白雪啊。现在我走的条道呢，是一条散步道，
也是一条可以骑行的单车道啊。就我其实在这条道上已经骑行了无数次了。今天呢，我就来走一走。当然，只是打算走一段而已啊，也拍一拍，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久违了的温哥华的大学。你看啊，这个雪才下了一会儿，这个街上就有车出了故障啊。你看前面一个应该是个工程车吧，一个 pickup 啊，撞到了一棵大树上，把保险杠都撞坏了。所以下雪呢，道路上开车就非常的不安全了。我感觉这个地啊，已经有点冻住的感觉啊，还是有点打滑，雪地上可能会好一些啊。哦，这个车撞成这样，哇！所以下雪天呢，白茫茫的啊，看起来挺好看。但是呢，给出行的人们，尤其是开车的人们出行啊，都会带来很多的风险。一不小心呢，车轮打滑啊，尤其是如果没有用那个雪胎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撞了电线杆，撞了树，那就自己倒霉；要是撞到别人的话，那就大家都倒霉。正是因为啊，这个天气突然的变化，就使得呢，我接下来的行程也不得不做一些调整啊。因为原本呢，我是想在回去之前啊，途经隔壁那个省，就阿尔伯塔省，有个卡尔加里啊 （Calgary），想到那边呢停留个一天，租一部车，开车去一个名胜叫班夫的地方呢去看一看。攻略呢都早就做完了啊，但幸好呢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提前订车订房，就是想看看天气如何啊。谁知呢几天以前就发现冷空气来袭，不但是阿尔伯特这种比较冷的地方，连温哥华明天的气温都要降到10度，零下10度以下。凯尔加里那边呢更是不得了，要降到零下31度。毕竟来讲呢，我们是生活在南方的人们啊，而且这次来时间已经超长了，就没有带冬天御寒的衣服，所以呢，考虑了一下，其实也不用考虑啊，就不得不把接下来的一段行程就在卡尔加里那边的活动呢全部取消，那就有可能面临的一个结局就是在卡尔加里的机场里面啊要待上1天时间。当然我不知道啊，到了那边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可以去参与。想想呢，稍稍有些划不来啊。要早知道这样的话，就不用在那边停留了。
但是呢，我觉得到一个新的地方，哪怕就在机场坐坐、走走看看，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啊。就像我这次整个的行程，从中国到香港，到日本，到美国，再到加拿大，然后呢又从加拿大又去到美国，再回到加拿大。接下来的行程呢，还将去更远的地方，请大家呢跟随着我的视频，我会去到新的地方，再给大家做一些新鲜的展示啊。好了，我觉得我已经逛得差不多了啊，这已经差不多来到了那个 BC 电力，都已经走过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打算往回走了。哇，往回走的话更厉害啊！这个风是迎面吹来，雪花呢打在脸上啊。下雪天气啊，踩着软绵绵的这个雪，走起来呢，并不会有湿滑的感觉。最怕的呢，就是走到那些马路上啊，底层如果结了冰，这边人呢叫这种冰是黑冰，那这个车开在这个马路上啊，就会打滑，你很难制动，很难踩住刹车。那人走在这样的街上也是非常的可怕，除非你要穿特别防滑的这些鞋子啊，而且呢还要特别小心的行走，尤其上了点年纪人呢，这个时候特别要谨慎啊。加拿大这边呢，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会下雪。温哥华还算是下雪不是特别严重的地方啊，但是每年到了1月份以后呢，一般都会下几场比较大的雪，所以呢，就要求也变成了一种居民的义务啊，就是你必须要各扫门前雪，市政部门呢全体出动，在街上除雪，所以那些除雪车啊，我估计很快就要开出来了，要清理道路。那么住这些底层的、住 house 的、联排别墅的，就有义务呢，把家门口的雪要打扫干净，否则谁在你的家门口滑倒受伤，那你是有责任的，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呢，马虎不得。我又回到了刚刚发生事故的这个路口啊，还没有处理完。
这是今天下雪天见到的第一个事故，真是糟糕。看到 BCA 的拖车来了，是不是拖那部倒霉的撞坏前杠那部车？这条步行小道已经被铲出了很多的脚印，这个时候还有人出来遛狗。看来这个天气真是想留人，是不是想叫我在这边稍微的多待几天但是我就希望它不要成真了我还是按照行程，根据我自己的既定的计划出行。原本呢，这些都是草地但现在白茫茫的一片你都看不清楚哪个是路，哪个是草地了。好了，我已经回到了家门口了，在这边呢，跟大家也打个招呼跟大家分享一下茫茫的雪景，也是我来这边2个多月第一场能够让道路变白的大雪。祝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年干干净净，开开心心。中国的老话就是瑞雪兆丰年，在年初的时候下一场大雪，就预示着新的一年的兴旺。谢谢大家很长时间的对我的关注，观看我的视频，为我的视频点赞、留言。那我们今天呢，应该是在温哥华拍的最后一个视频，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后会有期，拜拜。